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今天我们将讨论许多交易者在计划中忽视的一个重要概念。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价格会跳过您完美标记的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而导致您的挂单未成交？如果我告诉你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您想知道吗？那就是可以通过掌握订单流概念，我们将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价格的走势，并最终了解为什么我们的交易并不总是按计划进行。在本视频的最后部分，我将透露一个交易计划，帮助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订单流。那记得看到最后。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为什么价格不尊重订单块和公允价值缺口；二、订单流交易计划指南；三、订单流背后的核心思维；四、如何正确识别订单流。那么，让我们开始吧。交易者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价格有时会按照预测的方向移动，但无法进入订单块或公允价值缺口等关键区域？特别是当价格根据他们的策略创建了一个完美的交易设置时，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随后价格在抵达到其确定的订单块或公允价值缺口之前就消失了，导致他们的挂单未完成，并错过了绝佳的交易机会。那了解订单流变得至关重要。许多交易者在他们的交易模型中忽视了这个概念，但掌握它对于更准确的市场结构映射和分析非常重要。那么，订单流背后的核心思维是什么？从本质上讲，订单流是突然在大幅上涨或下跌之前交易量的最多区域。这些区域是聪明资金隐藏位置或启动其剩余部分进场的地方。当价格返回到这些区域时，它通常会做出反应，并朝相反的方向反转。通过分析订单流，交易者可以更好地预测市场方向，并确定关键的供应需求区域。那什么是订单流？我们将订单流视为更大的图景，将订单块视为其中较小的特定区域。订单块是在执行机构订单之前形成的决策区域，它们往往受到价格行为的高度重视。同样，由订单流定义的区域也很有可能影响价格变动。请记住，在逆转并继续其主导方向之前，市场并不总会利用或缓解订单块或公允价值缺口，价格甚至在到达这些区域之前就可能反转。主要是因为订单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等待价格触及这些极端区域可能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因为价格可能不会回到这些区域。如果只关注极端订单块的区域，您可能会错过其他交易机会。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识别市场中的订单流。从技术上讲，订单流是指图表上在结构扩张或突破之前买入或卖出压力积聚的区域。订单流有两种类型，看跌订单流是在看跌的市场格局中形成，和看涨订单流在市场向上的情况下形成。从蜡烛图角度看，看跌订单流是指在急跌之前形成的最后一个看涨或买入蜡烛，该区域通常包括至少2个连续的买入蜡烛图，才被视为有效的看跌订单流。看涨订单流则相反，它是指在强劲上涨之前形成的最后一个看跌或卖出蜡烛。学习和应用订单流的概念可以深入了解市场结构，并显著提高您的交易技巧。此外，订单流可用于制定各种交易策略，因为这些区域被认为是聪明钱最有可能进入市场的区域。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订单流。假设我们有一个所示图表的看跌市场概况，价格形成一个波段低点，然后回撤以清除该结构上方的流动性。突然间，价格经历了急剧的下跌，突破了之前的波段低点。在急剧下跌之前，最后购买蜡烛的区域称为订单流区域，它代表了价格跌破之前的最终购买势头。在这个订单流区域中，我们还可以识别与结构突破相关的订单块。如果仔细观察，你会注意到订单块本质上是订单流区域的更精致版本。交易者经常想知道为什么市场不尊重订单块，即使它完全符合他们的交易计划。价格并不总会缓解订单块的主要原因是订单流。订单块通常位于订单流区域的最末端，这意味着价格可以在到达订单块之前反转方向。必须了解订单块只是订单流的一个元素，不应成为交易决策的唯一依据。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
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让我们进一步分解价格回撤至诱惑区并出现小幅回调，然后突然上行，触及在诱惑区做空进入市场的交易者的止损点，在获得流动性后，价格继续上涨，直到到达订单流区域。此时价格反转下行，继续其主要的看跌趋势。我们可以再次识别订单流区域，这里特定区域代表价格下跌前购买压力的最后一刻，并在订单流区域的最末端造成结构破坏。我们有一个订单块，所以这种情况凸显了价格倾向于尊重订单流区域而不是订单块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使用订单块来优化我们的交易策略，通过确定订单流的优化区域来设置我们的切入点，并尽量减少我们的止损。这种方法提供了更高的风险回报率，这是成功交易的一个重要点。正如您所见，识别这些订单流非常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在向下之前触及上层订单流，但并未打破近期结构。随后，价格向下移动，导致结构破坏。现在我们有一个未缓解的订单流区域，价格可能会逆转。此外，在结构破坏附近还有另一个未缓解的区域，这经常引起交易者的困惑。正如我们在之前讨论的那样，诱导区域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和精明投资者创建的，这些区域旨在欺骗零售交易者采取买入或卖出，最终为机构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因此，了解这些领域并了解它们对市场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订单流充当了一个诱导区，因为这个区域是在价格缓解上层订单流前迅速下跌造成，打破了近期结构的下行时创建的，这导致了虚假订单流和订单块的产生。它被认为是一个诱导水平，因为它是通过人为操纵价格形成的。订单流可分为3类：缓解、未缓解和失败订单流。缓解的订单流是指价格至少曾经被点过一次的订单流。要确定订单流是缓解还是未缓解的，需要记住一个关键点：我们需要等待结构破坏，并分析价格是否已经点过的订单流。例如，如果你仔细观察，价格在结构破坏之后没有达到订单流，因此该订单流是未缓解的。因为在结构破坏之前发生的任何缓解都是无效的。要记住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一旦一个订单流得到缓解，您就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订单流。如果下一个订单流也得到缓解，您可以继续将注意力转移下一个订单流，以此类推。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将在第2部分继续讨论剩下的内容。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价值。如果有的话，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下一集见。